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演技欠佳，看他接鳕鱼姐姐回家，我完全改观了。说真的，我原本对诚意的演技是存疑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富山海刚开播的时候，评论区简直成了吐槽大会。有人骂特效像5毛钱拼的，开局那个骑马悬空镜头，弹幕全是出戏警告。还有人说诚意35岁演少年侠客，全靠10级美颜滤镜撑着，眼线全包，口红粉嫩，还是遮不住年龄感。更别提台词了，糊嘴这个梗都快成他的标签了，嘟嘟囔囔的，不看字幕根本听不懂。我当时心想，完了，这句又要靠粉丝硬吹了吗？但偏偏就是接鳕鱼姐姐回家这场戏，把我按在屏幕前狠狠打脸。诚意演的那个萧秋水，接到喜帖连夜赶去救姐姐，明明急得要命，却得在反派萧开燕面前装冷静。第一句姐姐在哪儿？声音压得低低的，眼神却像刀子一样扫过红彤彤的喜房。你们注意没？他明明怀疑萧开燕设局，还得硬着头皮用亲情打动对方，说鳕鱼姐姐最护的就是你时，嘴角是绷紧的。这种收敛的演法比大吼大叫难多了，毕竟对手武力值碾压，稍不留神就得团灭啊。然后就是破围帐那一刻，诚意冲进去，看到姐姐一身红衣端坐着，3步并2步半跪下来，连喊3声姐。第1声是本能，第2声带点上扬的试探，第3声直接颤着音量拔高，像溺水的人抓最后一根稻草。最绝的是他手的动作，明明该探鼻息，却先抖着去扶姐姐肩膀，这细节太狠了，完全就是人在极度悲痛下的逃避心理。等到眼泪哗啦涌出来，他反而憋着不敢大哭，握拳憋到青筋暴起。网友说这叫生理性演技，和琉璃里那些疼到抽搐的戏一脉相承。但诚意厉害在哪？他能在崩溃后秒切清醒，发现姐姐手里的英雄令，眼神瞬间从悲痛变成决绝，抱起人就走。哪怕萧开燕从背后捅他一剑，他愣是没停下。这段戏的节奏简直像过山车，前脚还哭得让人心揪，后脚就变复仇魔神。难怪有观众调侃，反派柳随风演技再炸，也压不住诚意这段沉默的爆发力。不过争议还是没停，有人坚持说诚意台词问题拖后腿，古装侠客讲话含糊，江湖气全无。还有人说剧集本身质量配不上演技，绿幕抠图像 PPT， 滤镜白到人物发光。但你们发现没？同样是诚意主演《莲花楼》，豆瓣8.5分，富山海却口碑2级。难道好演员真的救不了烂制作？或者反过来想，是不是观众对流量明星太苛刻，连穿洞洞鞋拍戏这种穿帮镜头都能骂上热搜？现在剧集热度还在涨，腾讯、爱奇艺评分却开始跳水，粉丝夸打戏行云流水，路人骂剪辑稀碎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当一部剧靠着演员的高光片段勉强撑场，但整体制作漏洞百出时，我们到底该夸演技，还是该骂制作方摆烂？如果说《莲花楼》证明了诚意能扛起品质剧，那富山海的争议是不是反而暴露了国产剧流量驱动的老毛病？诚意演技欠佳，看他接鳕鱼姐姐回家，我完全改观了。这句话其实代表了不少观众的心路历程，从开播时的群嘲，到剧情深入后被某些片段打动，富山海成了一个典型案例。演员演技和剧集质量之间的矛盾被无限放大，甚至成为争论的焦点。开局的群嘲与质疑，富山海一上线，评论区几乎是吐槽大会现场。5毛特效，悬空骑马的出戏镜头，加上滤镜和浓重的眼妆，让不少观众觉得违和。诚意本身35岁的年纪，被要求演少年侠客，
自然就会被质疑强行装嫩。与此同时，台词含糊不清，糊嘴成了黑粉挂在嘴边的固定标签。可以说，在观众的初印象中，程毅和这部剧的表现并不讨喜。反转的关键场景接雪与姐姐回家，但艺术往往在细节中见真章。程毅在接雪与姐姐回家这场戏里，用细腻而克制的表演打动了不少观众。萧秋水赶到喜房时，声音低沉，眼神凌厉，台词虽然不多，却有压迫感。他面对萧开燕，明知对方设局，却依旧假装冷静，用亲情试图打动对方。这种收着演的方式，比简单的歇斯底里更难，也更考验演员的层次感。最打动人的瞬间，出现在他冲入洗房后，连喊3声姐的层次变化，配合手部动作的犹疑与逃避心理，极大地增强了真实感。观众能感受到角色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挣扎，既怕真相残酷，又不得不面对。眼泪的克制与拳头的青筋，把生理性演技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从悲痛到清醒的切换，程毅的另一大亮点是在崩溃与理智之间的切换。当他发现姐姐手中的英雄令，眼神瞬间转为坚决，抱起姐姐即刻转身离去，哪怕背后挨了一剑，也没有停下。这样的节奏转变，像坐过山车，既能让观众心揪，又能立刻燃起热血。难怪有观众评价，反派再炸裂，也压不住程毅这一段沉默爆发的力量。观众为何意见分歧？然而，即便有高光片段，赴山海的整体口碑依旧两极分化。有人被程毅的演技说服，甚至改观，但也有人坚持认为台词含糊依旧是硬伤，剧集的剪辑、特效、滤镜完全拖了演员后腿。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，演员个人被认可，但作品整体难获好评。和莲花楼相比，这种落差尤其明显。莲花楼口碑高起，不只是因为程毅演技在线，更在于剧本、制作、节奏、配角等环节都比较到位。观众愿意把演员和角色紧密绑定，感受到整体氛围的力量。而赴山海则显得力不从心，程毅在用力，剧本却在掉链子。好演员能否拯救烂制作？这正是观众争论的焦点。一方面，程毅的演技在局部场景中被认可，证明他不是只靠流量的演员。另一方面，剧集的粗糙感却让人不断出戏。观众自然会质问，为什么好演员要在低配剧里消耗？是不是制作方仍在依赖流量明星，而忽视了作品质量？某种意义上，这场争议其实揭露了国产剧的老毛病：过度依赖流量，演员热度被放在首位，剧本和制作却沦为次要。审美割裂，滤镜、特效、抠图的粗糙感与演员努力演技形成强烈反差。舆论放大镜对流量演员的苛刻程度更高，一点小瑕疵都可能被无限放大。该夸演员，还是该骂制作？如果只看程毅的表演，他确实用细节证明了自己能演，尤其在极限情绪下的张力，已超过许多所谓的流量小生。但作为观众，我们无法割裂演员和作品来看，毕竟影视是综合艺术，单点突破无法掩盖整体短板。或许正确的态度是，既要夸演技，也要骂制作。演员的努力值得看见，但粗糙的制作也必须被批评。只有当市场逐渐认识到单靠流量撑不起好剧，才可能推动行业真正进步。程毅的演技究竟如何？至少在接雪与姐姐这场戏里，他已经给出了答案：细腻、真实、克制，足以打动观众。至于赴山海的整体评价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折射出国产剧行业的通病：演员在成长，制作却在原地打转。好演员或许能让烂剧不至于彻底扑街，但要让作品真正留下口碑，靠的还是团队整体的用心与品质。